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杨晶。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CBI 所拥有的各项生物信息学资源。CBI 所拥有的生物信息学资源总共有4个大类，分别为基因组分析和比较、生物医药相关的蛋白质家族、基因表达调控和生物信息学基本工具。由于时间有限，在这里我们将仅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工具。首先是基因组分析和比较相关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将介绍 RiceMap、CV-Tree 和 CoLaner-Scans 这3种工具。水稻基因组和相关资源图谱在2007年被建立，最新更新是在2012年。在这个数据库中，将已经注释的水稻2个亚种、日本亚种和印度亚种的基因和表观遗传调控信息标记到了水稻的基因组座位上，做成了图谱。在此基础上提供了筛选和标记等功能。组合向量数通过组合向量方法，不依赖于序列比对，建立起基于全基因组的植物系谱数。CV 数方法首先被运用于推断微生物之间的进化相关性，然后被成功的运用到了病毒、绿藻和真菌。这个方法避免了重建植物系统发生关系时，由于选择标准基因时带来的不确定性，避免了比对不同长度和内容的序列。你可以在 CV 数中新建工程或者编辑已有的工程。当你在工程页面设定好所有参数后，运行工程， CV 数会把结果发到你的电子邮箱中。CoLaner-Scan 通过动态规划算法分析基因组的贡献性。该工具把用于序列比对的动态规划算法运用于基因组贡献性的探测中，可以有效预测待测基因组的贡献性。第二部分是生物医学相关的蛋白质家族，在此我们主要介绍 PathLock Database。PathLock Database 是关于新陈代谢途径的亚细胞定位的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可以应用在多种定位分析中。该数据库被设计为研究代谢途径及参与代谢的酶亚细胞定位的一个中心工具。这个数据库拥有如下功能：基于亚细胞定位和物种搜索和来浏览不同的代谢途径，系统比较不同物种代谢途径定位的特征，发现代谢途径的潜在调控机制和可能的定位，基于亚细胞定位弄清代谢通路的边界，以及发现不同亚细胞定位之间的中介物联系的机制。这张幻灯片显示了 PathLock Database 中的数据量。PathLock 数据库中注释了超过4万条代谢通路的定位和超过8万个蛋白，并且有超过4000条具有多种定位的代谢途径。这是 PathLock 数据库的界面。第3部分是基因表达调控相关的数据库和工具，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 AutismKB 和 PlantTFDB。AutismKB 是一个疾病相关的数据库，主要收集了基于6种实验方法找到的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2011年由威利平实验室发表，目前的版本收集了3075个基因，其中99个是 syndrome 基因，3022个是 non-syndromic autism related 基因，4964个拷贝数变异和158个连锁基因。首先是 Datasets， 是网站的重头戏。整个资料库提供了3种选项卡，可以分别通过基因分类、实验方法和染色体来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基因。基因分类的下级菜单里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CNV 及拷贝数变异、连锁基因以及 SNPs 和 VNTR。另外3个分类是特别针对自闭症疾病设置的。首先是 syndrome 基因，由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致病机理目前还在摸索中，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疾病存在部分和 ASD 相似的症状，比如雷特氏综合症、脆性 X 染色体综合症等等。这些疾病往往有研究的比较清楚的基因，在自闭症研究领域就被称为 syndromic 基因。而与此相对应的，
用 GWAS 等方法研究的和 ASD 疾病本身相关的就被称为 non-syndromic 基因。核心数据则是171个通过计算和比较排名，认为比较确凿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相关的 candidate 基因。同时可以通过6种主要实验方法来筛选基因，或者通过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来选择性查看。具体使用中，当选择某个类别后，会出现这样的基因 list。以 syndromic 基因为例，依次显示在本数据库的 ID、基因 symbol、band 名称和别名、遗传方式、相关疾病等等信息。具体点击某个基因后，会进入下一个页面查看每个基因的详细介绍。关于每个基因都可以分栏查看到比较全面的信息，从基础信息到序列、证据、数据、提供证据的各研究方法等等。导航栏中的 Analysis 选项卡上是用171个核心数据库中的 Confident 基因放到另外3个生物信息学工具中查找得到的结果。通过选择 Tools 这一个选项卡，用户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给基因排名，且网站带有一个内嵌的 BLAST 可以进行基础的序列比对，查找功能也比较完备。点击 Search 选项卡后，可以根据各种细节来筛选自己想要查找的基因。植物转录因子数据库主页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库，始于2011年，目前更新到2013年第3版，提供多种植物转录因子的相关分析与检测。这里还列出了一些其他的工具。SynDB 是收集了已知或是预测的和突触相关的蛋白信息，在2006年发布，可以通过蛋白功能、基团、物种、染色体上位置、MCL 聚类几个选项卡进行选择和查看，同时也支持文本搜索和序列搜索2种搜索方式，且可以在网站上下载相关的序列。SPD 是06年发表的基于信息学方法和人工核查建立起来的分泌蛋白的数据库，包括人类、小鼠和大鼠3个物种，序列来源于 Swissprot、Trample、Ensemble 和 RefSeq 等数据库，可以通过功能、物种和染色体上位置筛选查看需要找到的基因，同样也可以下载信息。最后一个部分是 CBI 提供的2种生物信息学基础工具，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有力助手，分别是 ABC-GRID 和 WebLab。ABC-GRID 是生物信息学计算网络的应用，适用于小规模的生物学实验室，使用大量不同源的计算资源，并且连接了许多生物信息学应用。该软件通过客户端的主节点连接不同的源节点。该软件的源代码在 GNU 的 GPL 许可下发表，泛用性好。WebLab 是一个整合了多样化工具的多功能生物信息学分析平台，具有统一而对用户友好的外部界面。同时 WebLab 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信息学工具箱，它也提供了强大的数据管理功能、集团策略和知识分享机制。无论是对于做实验室工作的，还是对于做计算机分析工作的生物医药科研人员，这些功能可以为他们提供更高的工作效率。如果同学们对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源有进一步的兴趣，欢迎同学们通过下列网址访问查询。希望这些资源对同学们的学习和科研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便利。最后，感谢同学们观看本次的视频，再见。